俄乌冲突历时1年多，至今还没有能看到结束的迹象。近日呢，美媒放出消息，有相关官员评估，乌军伤亡人数已经多达12万，能否对俄罗斯发起反攻，存在质疑。大家好，欢迎来到赵特任观察室。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消息引起了不小的关注。严格的说，这位美国的相关官员呢，恐怕评估的这个伤亡数字还存在着不少的水分。因为在前些时候呢，全球知名的以色列的情报机构摩萨德就披露了乌军战损，其中明确指出乌军阵亡人数超过了15万，受伤人数达到23万。虽然这个数字也不一定完全的准确，但毕竟呢，以色列一直是支持着乌方的，而且还给乌军提供过军援。所以这份数据还是比较靠谱，也得到了大多数国家的认可。然后更为重要的是，俄军在近期各个方向发起了猛烈的攻击，特别是巴赫穆特方向双方对抗的惨烈程度远超想象俄军还多次动用着有亚核武器之称的温压弹，甚至还在1天之内发射了81枚远程导弹袭击。据说还摧毁了一个北约在乌克兰的影子指挥部。所以可想而知乌军在最近损失是非常严重的。所以现在真实的伤兵人数应该不止这个数当然，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相关信息，也可以来搜索一下乌军伤亡，来获取更多的关联资讯。我们知道，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前，乌军士兵大约是有20万。虽然冲突爆发后乌克兰多次发布了征召令，动员了不少平民参加军队但根据摩萨德的计算，大约是有70万人。但是把乌军阵亡人数和受伤人数加在一起，现在保守估计都要超过50万。而更为值得注意的是，乌克兰已经开始征召伤残人士以及逃难到其他国家的民众。这说明乌克兰缺兵少将的局面是极为严重的。有人或许会说，用70万减去50万，不是还有20万人吗？这和冲突爆发前的乌军人数一样，应该还能与俄罗斯继续较量一下。但账不是这么算的首先，俄乌未开战前呢，乌军那些士兵都是参加过许多军事行动的战场老兵，战斗力和执行力非常顽强，甚至出现过正面打退俄军的情况。但是经过长达1年多的时间消耗，现在更多的是新兵据说呢，只是在国外受训了21天呢，就得赶赴前线战场。此前还传出过一个消息，乌军新兵在战斗20分钟就缴械投降这已经足够说明乌军现在的实际战斗力也远不如从前。另外，乌克兰还保留着大量的城市，都必须安排一定的兵力驻守不然俄军只需要派出少量的散兵部队，那很容易就将其占领再加上还要维持后勤补给。如今的这个乌军在前线还有多少可战之兵？虽然无法说出准确的数量，但真实情况恐怕已经超出了很多人的想象难怪这位美国官员会质疑乌克兰的反攻能力毕竟按照他的说法呢，只是受伤12万，而一般阵亡人数也不会超过伤兵。那么乌军现在至少有近50万的部队，怎么可能没有反攻能力呢？所以如今随着俄军的手段越来越凶狠，乌克兰已经逐渐的露出了疲态，接下来继续对抗下去那还要付出多少代价，更是无法估量。如果乌当局还无法尽快解决缺兵少将的问题，恐怕战败那就只剩下时间问题了。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欢迎点赞转发，留下你的精彩评论。